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以望啊。今天呢，给大家讲一下极简主义10步骤啊。因为最近呢，很多新的观众朋友涌进来，大家都是学极简的。然后呢，我就大体总结了一下，就是物质极简啊，有给你们10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呢，就是说，你如果真的想学极简的话，首先一点要学习和搜集，就是尽量去学习和搜集，上网啊、网站都去 search 都去看，因为每个人的极简呢都是以不同的方式而进行的啊，并且呢，最好去思考一下，你到底为什么极简？像我呢是购物狂，因为那时候买很多东西物质太多，就让我很烦躁，然后觉得自己不对了，然后就很幸运的就碰到极简，所以呢我就开始了极简主义啊。所以你们在做极简之前呢，最好自己能想一下你是为什么极简的，并且呢尽量多收集一些关于极简的资料啊。第二点呢是从小的开始，虽然呢我以前读的《怦然心动整理魔法》呢教给你的是大庆祝啊，一下子把家都清空啊，但是那种整理呢适合某一些人，但是呢并不能适合全部人啊，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是和和家人一起生活的，我们很难真的像他所讲的这样一下子把家真的是清空啊。我觉得单身的人是可以这样做的，因为他没有什么顾忌，因为东西全部是可以自己来 control 的呢，是可以用这个近藤麻里惠的这种怦然心动整理法的。但是如果你有家人有什么的，就很难免会就是很难，而且你一下子整理这么多呢，东西堆积如山呢，舍得扔不舍得扔，或者堆在那里呢，就会让你很心烦的啊，搞得这一堆那一堆啊。所以呢，从小的先开始，我们可以从一个 corner 开始，一个角落开始，一点一点的散播到整个房间啊，整个 house， 不一定要一下子全部都翻腾出来啊，没必要。这是我极简的过程当中学到的一点点经验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和家人和别人住在一起的话，可以先从自己的桌面开始啊，不一定那么着急要全部拿来整理的。第三呢，就是在你开始整理之后呢，尝试着去抚摸和仔细的观看你所拥有的每一样东西。我觉得这个步骤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当你哪怕是比方说我今天在化妆的时候，忽然间看到我的化妆品搁这放了很久了啊，我知道这个东西我是有用到的，但是我从来没有仔细看过它。当我拿到手里边仔细看说明，打开里边看，然后真正的思考这样东西在我生命中有没有意义的时候，我就会忽然间非常明确的就可以做出选择，这个是该扔的还是该留的。所以呢，我希望你们在整理过程当中可以真心的去观看，仔细的观察，去抚摸它，去看它，去用它，确保这样东西然后仔细想一想，它在你生命中是不是真的有用。往往的这个东西拿到手里之后呢，如果你真的很用心的去看它、思索它的话呢，你真的会找到它在你生命中的用处啊，而更加可以把它放在一个正确的分类栏里边啊。所以这第三点呢，就是去抚摸它，去认真的看你生命中的每一样物品。第四呢，就是要分类清楚，一般我们就分留下的、要捐的、要扔的，然后还有犹豫不决的，还有的就是那种想扔又不舍得扔的哈，你也可以有这一栏，但是呢，把它全部派好封好啊，就是把它可以暂时留下来的，很清楚的分好之后呢，马上付诸于行动，不要摆放啊。比方说这个要捐的，哎呀拖啊，因为大家伙一般都是拖延症的啊，尽量呢一收拾好之后，第二天马上捐走，或者该扔的马上就扔掉，垃圾就赶快扔掉，垃圾连想都不用想，当天就可以扔掉了，是不是？然后该捐的尽量去捐，该卖的就卖。我呢就觉得卖东西我是卖不掉的，所以我每次想卖的东西，一般到最后都是捐掉或者扔掉的，因为真的是会拖很久，拖到最后都没有耐心了，到最后还是变成垃圾放在那里啊。所以呢，有些东西，哎，实在是不行，也就处理掉了。有时候你卖还真不一定能卖到几个钱啊。然后呢，就说
而且这个东西呢，就是说你可以一个小部分一个小部分处理，比方这个小的位置啊，你把它分类整好之后，然后把它全部处理干净之后呢，然后再从另外一边再继续，还像这样的整理，整个分出啊这样的类型，这样一点一点一个 corner 一个 corner 就是清干净啊，清完这个角落再清那个角落，然后呢所要捐的就赶快捐，所要扔的就赶快扔，这样的话就会其实你每一个角落呢就会清理的非常 clear mind， 就非常清楚，不会说是堆积如山的，让自己很烦躁啊，肯定不会有这种问题出现的。第5个呢就是反思。在你这个整理过程当中，其实我觉得这个反思也是很重要的。我在整理当中，每当我拿起我的事物，或者是当我把东西捐出去、扔出去的时候呢，让我感触特别深啊。所以我总是让我很反思，就是说，我到底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？我花了这么些钱买来之后呢，只是放在那里，而它对我的生命并不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啊！我买来干什么？为了一时满足我的物欲，或者满足我的欲望，或者哎呀好看就买回来，然后只是放在那里啊！我觉得这样东西失去了价值，而且它还占满了我的空间，让我烦躁不安呢。所以这个反思的过程呢，在整理的过程之后呢，也坐下来静一静，思考一下你这个整理的过程的就是这个体会啊，应该给自己去想。就像你看完一本书，你要思考一下啊，这本书里面我学到了什么。当你整理物品的时候，当你仔细的把这样东西握在手里边，去摸它，去试它的时候，你就应该反思你这个钱花的值不值。所以这个反思这个 part 呢也是很重要的啊。第6个呢就是停止购买。其实这个停止购买呢，你会自然而然就会停止了，因为在你反思过后呢，你就会发现，当你去买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我不想买了，我的已经购物欲会变得很少，因为每当你买的时候，你就会想到你所扔出去的东西，你就会想到那个曾经你多么喜欢，可是你从来没有用过的那个东西，它不管再怎么怦然心动，你买回家也只是放点惹尘埃的东西啊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叫你们每一样东西拿起来看一看，去抚摸一下，它会让你深深的影响到你的心里边去想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在购买的时候，会影响到你的购物欲，会让你真的会深思熟虑再去花钱，再去购买啊。第7呢，像一般我们整理的差不多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进入到打扫过程啊。其实你们有些朋友说，哎呀，我一直都在打扫啊，但是我觉得你真正做了极简之后，你的打扫是变得不一样的啊。像我以前我也打扫，但是我完全就是和我现在的领悟和感受是不一样的。我现在打扫呢，就是因为桌面上已经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了，所以尘埃就会变成我的眼中这是障碍啊。以前呢，我记得我很明显就是一个花瓶，我里边放的假花嘛，然后下面这个花瓶下面就会有尘呢，从来没有看见过，这个从来不在乎，因为杂乱的东西太多了，我根本就不会在意那个尘埃。但是当我把杂乱的东西全部都去除掉之后呢，就会发现灰尘啊、水迹呀、痕迹啊，在桌面上那种感觉就哎呀好碍眼啊，你就会开始想要擦，想要抹它，这是极简主义开始改变你了。所以打扫过程当中呢，我们要沉下心来，静下心来，享受这个过程。你要知道，你现在打扫呢，并不是因为这个尘埃惹到你，让你烦了，不是的，而是你的心开始静下来，开始就是这个极简开始影响到你了，开始让你变成了一个就是爱干净，就是让你变成了一个心灵很简单、很舒畅，喜欢这种干干净净的感觉的一个人。所以呢，你要 enjoy 这个感觉，而不是说哎呀很烦啊、很烦躁，是不一样的。要领悟这个极简给你带来的改变，并且享受这个打扫的这种感觉。我曾经提过，打扫灰尘，这是灰尘哪来的？都是我们自己惹来的啊。而你打扫的过程当中，就像你处理事情一样，你把每一样灰尘擦干净的时候，你就是在处理你人生中的一件烦恼的事情。所以打扫呢，会变成让你心情非常舒畅的一个过程啊。第8点呢，就是说，在我们打扫了，现在家里面已经都很干净了啊，就是可能就变成了只剩下了就是只剩下了你需要的东西，或者呢是空无一物的感觉啊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应该开始寻找让你怦然心动的东西了。
有的人打扫到了一定程度了之后，心就开始有点烦躁，就觉得家里边就是很空旷，因为特别是我们这种习惯了被物质填满的家哈，有时候空下来的话，就觉得觉得心里还觉得挺不舒服的。我就曾经试过这个阶段啊，当我到这个阶段的时候，我把家里有靠哪吃到干干净净的时候，家里人就说，哇，好空啊，这感觉心里好像好空啊的感觉哈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选择让你怦然心动的饰品呢，或者是把你本身仅有的东西换成你喜欢的东西，换成怦然心动的东西啊。但是呢，我更比较提倡的是尽量放一些绿色的叶子啊、植物啊、花花草草啊这种东西来填满这种空虚的地方，空的地方呢，可以让它既有生气，而且呢，它又是一个生命，它不是只是在那惹尘埃的东西。你会每天浇水，它是有生长的，它是有生命的啊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的你觉得太空旷的地方呢，放一些植物啊什么的，是可以让你感觉心情非常愉悦的啊。第9点呢，到了什么呢？现在家里边已经几乎就是到了非常满意了啊，触目都是怦然心动的东西了。现在呢，该做什么呢？第9点就是开始极简你那些你认为想扔又不舍得扔的东西了，因为经过这一个长长的整理之后呢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曾经你打包的有一箱里边是你想扔又不舍得扔的东西，经过这一长时间之后，你就会发现这些东西慢慢的已经离开你的生命了，已经离开你的视线了，并且呢，你就算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用它们了，它们也可以。没有他们在你的生命中存在也可以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呢，就是时候来处理这些你曾经想扔又不舍得扔的东西了啊。所以这是第9点。第10点呢，最后的一点就是把你现在这种极简的生活呢，变成你自己的 lifestyle， 变成你自己的生活方式。不要让我们再回到过去，不要让我们再回到那个物品堆积如山的感觉啊，不要再回到那种物质啊烦乱、心情压抑的那种空间啊，让我们尽量的努力，让自己不要再继续的往里购买呀、添加呀，把家又变回原来的样子。所以把这种极简的这个整个过程下来所学到的东西，所领悟到的东西和你身心的改变，变成你人生真正的生活方式，让你自己真正的融入到这种生活方式当中啊。今天讲的这10条呢，只是物质极简，等以后有机会呢，我再给大家讲一下思想极简啊。极简生活绝对是可以各个方面都可以用到的，但是现在因为大家为什么这么多人涌进来，而且特别兴奋啊？是因为物质极简呢是最容易的，特别容易去实行、去实践、去付诸于行动啊。但是呢，在这个极简过程当中呢，也有很多朋友遇到困难呢，遇到他们很多烦躁的事情啊。所以呢，在我的关于极简的 video 里边呢，我都会根据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问题和困难呢，做了各式各样的视频呢。如果有朋友需要的话，可以找来看一下，都在这个极简列表里边啊。谢谢大家观看，如果你觉得好的话，请给我一个赞哦，然后记得帮我分享，还有订阅我的频道。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哦，拜拜。